海燕号的活我接不了，这活你另找别人吧。江潮，这机会多少人抢着要，你就再考虑考虑。真要耽误了孩子治病，可就难办了。安什么心，自己心里清楚。我闺女的救命钱，我自己去挣。江潮，你疯了？你要眼睁睁看着小满去死吗？行，我倒要看看你连闺女的药钱都凑不齐，半天能从哪儿变出50块？江潮，我告诉你，小满要是走了，我就跟他一起。春桃，你先用冷水冰敷帮小满降温，天黑前我一定赚够钱把医生带回家。信我，我会回来。爸爸，小满等你回来，小满相信爸爸。小满乖，千万不要睡，等爸爸回来，爸爸给小满煮小满最爱的鱼汤喝。还有5个小时，破船汪赶大退潮，烂泥沟里的红膏母蟹9点半出货，10点半到码头，11点大夫到家，来得及。泥软孔密，新沙还没散，蟹窝就在下面，只要赶在涨潮前把货送到码头，小满的药钱就有了。这只蟹王真有劲儿，夹吧，今天就是把这只手夹穿，我也得拿你换我闺女的救命钱。这批蟹少说能卖80块，现在得抓紧时间去码头。哎，江潮，你这篓野蟹我收了，20块，连篓子一起留下，省得你再跑了。老板，满膏活蟹，麻烦您验验货，给个实在价，价钱合适马上成交。这可不是普通野蟹，壳硬腿活，只满膏。江兄弟，50块，这1篓我全收了。老赵，这货是我先问的，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55块，你不是急着救闺女吗？我现在就能给你现钱。已经过了晌午，小满等不了那么长时间，不能再耽误下去。100块，这篓货迎宾楼收了。迎宾楼的沈志夏怎么也来了？有他在，我俩收获是没指望了。你的货不错，全是硬壳满膏，最大的蟹王还能单独上主桌。按几匹货算，100块，我照单全收。成交。以后再有这种鲜货，直接送到迎宾楼。多谢沈经理，我闺女还在等着我，我先走一步。江潮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小满真的快撑不住了。妈妈别哭，小满不难受的。张医生，快救我女儿！放心吧，我已经给丫头打过针了，这丫头今晚就能退烧，接下来几天必须按时吃药，可不能再耽误。张医生，药什么时辰吃，一次吃多少，麻烦你都写清楚，我们一定按照谨遵医嘱。爸爸，小满听你的话，等到爸爸回来了，小满现在可以睡了吗？乖女儿，睡吧，爸爸就在旁边守着你，等我们小满睡醒，就又可以满院子跑了。媳妇儿，我在破船沟刨出来一筐蟹，卖了100块，打针抓药花了70块，还剩30，你把钱收起来，明天给小满买点肉补补身体。江潮，还好小满没事。没事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让你们娘俩再受一点委屈，我会让你们过上吃饱喝足的舒服日子，再也不用每天担惊受怕。等明天找柱子过来搭把手吧，他从小跟你一起赶海，力气大。你今天一天也累了，吃点饭，吃完饭我给你包扎伤口。媳妇儿，你做的饭真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不够我再给你盛。爸爸妈妈，我改变了上一世的结局，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东郊滩今天走平流大潮，
礁石缝里的紫海胆都会露出来。村里人嫌扎手，经常砸碎了喂鸭子，可他们不知道迎宾楼却正缺这种稀罕货。昨天撞大运掏着一窝蟹，还真把自己当赶海老手了。东郊滩今天除了没人要的破海胆，可没有第二窝螃蟹等你发财。江潮，你不会真要去捡那满身尖刺、砸碎喂鸭子都嫌咂嘴的黑煤球吧？你们眼里浑身带刺的黑煤球，正是我翻身的第一笔本钱。柱子，柱子，等一下！你朝哥刚往东郊滩去了，这是我给他留的干粮，你帮忙捎过去。小事儿，嫂子包俺身上，俺帮朝哥看着潮水。东郊滩礁势滑，回潮又快，我这心里放心不下。肯定不让他一个人冒险。朝哥，给嫂子让俺捎带的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可惦记着你呢，还让俺帮着给你干点活。柱子，谢谢你，你这份心意我记着了。你今天跟我干活，工钱该多少就多少，咱亲兄弟，咱也得把账算明白。朝哥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俺信你，俺帮你干活，挣到钱管顿饭就够，挣不到俺也不埋怨。行，看到那些紫黑色的刺球了吗？我们今天就抓这个去卖钱。咦，朝哥，你说的值钱货就是这些刺球？柱子，它其实还有个名字，叫紫海胆。它真正值钱的是里面的海胆黄。县里酒楼专挑个头大、尖刺还会动的鲜货招待外宾。乖乖，外面瞧着像块带刺的石头，里面还真藏着金疙瘩。朝哥，今天俺听你的，你说怎么捡就怎么捡。我拿铁夹夹，你在下面用铺了海草的框接着。我们只挑大个的活货，动作要轻，可有裂海胆黄会漏，价钱就得折一半。涛哥，你瞅前面那片，个头比碗还大，咱再装半楼，今儿不得多卖点钱？柱子，不能过去，潮线已经回头了，最多1刻钟，这条礁沟就会被水封死。钱以后还能挣，命要是丢在这里，多少钱都换不回来。放心，超哥，就几步的事儿，俺跑快点去，拿上几只马上回来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背上竹篓，撤！你跟我出来挣钱，我就得把你平安带回去。哎呀，俺的娘哎！超哥，这回俺真服你了。刚才要是再贪几只，俺现在连人带货都得喂鱼。赶海先看潮，再看货。走吧，柱子，趁海胆还鲜活，咱们把这2楼没人要的刺球换成真金白银。刘二，你走路不看道，明知道俺和朝哥在前面，还故意往我们身上撞。陈铁柱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这没人要的海胆摔了也不值钱，省得你们白跑一趟县城。刘二，昨天俺朝哥卖红膏蟹，你也说没人要，结果俺朝哥反手就卖了100块。我看你就是心里酸的冒泡，故意挤兑我们。楼底铺着海草，货没坏。刘二，你今天撞人毁货，不只是嘴欠，是怕我们再挣一笔，让全村人都知道你刘二没眼力，只会压价坑村里人。江潮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认得几个字儿，见过几样海货，这海货的门道深着呢。朝哥能把你不认识的东西卖出去，你除了短斤少两、仗势欺人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你要是不服，我们赌一赌啊！赌就赌。老子在码头收了10几年鱼，吃过的盐比你俩吃过的米都多。这2楼刺球要是能卖钱，我这车鱼的钱全给你们。可要是卖不到50块，你刚置办的赶海家长全归我，还得白给我扛1星期鱼。咋样，江潮？敢不敢赌？刘二，要是卖不出去，我们可以把家当给你，再给你白干1周。要是我们卖出去，
不仅余款归我们，你就当众认了自己看走眼。谁赖账，就当着全村人的面赔个不是。成，你平日里很少接触酒楼收货，怕是不清楚市面行情。咱们打赌就按实打实的货价来论。今天老子就让你明白，能天天踩的只有狗屎，而不是狗屎运。江潮，今天又送来了什么好货？沈经理，今天是紫海胆，个头、鲜活度、完整度都在这儿，请沈经理当众验货。沈经理，您可别让他唬住，这破刺球咱村都拿来喂鸭子，壳比肉多，他还吹牛能卖钱，真是穷疯了。刘二，货怎么样？我自己会分辨。柱子，你瞅清楚，就这么几口黄，能值几个钱？等会儿江潮的铁夹、胶鞋和竹篓全归我，你正好替我推车扛鱼。江潮，这批货你是从哪儿来的？江潮，听见没有？沈经理都问你哪儿偷来的了，乖乖认输吧。江潮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篓货扔了？我这周正缺个人替我扛鱼，今天就倒是自己送上门了。刘二，谁说我不收？我问来源，是因为这批紫海胆个头大，尖刺鲜活，里面的海胆黄又厚又满，实在难得。正赶上省城外兵团来迎宾楼，必须按照极品货算。一篓一共80斤，按1斤4块收，总共320块。刘二，你耳朵里塞驴毛了？你说卖不过50，超哥卖了320，足足高出6倍还多。1斤4块320，这价格都快赶上猪肉了。城里人就是再有钱，也不能花300多买2篓刺球吧？你没见识，不代表货不值钱。这批海胆最大的几只可以单独上主桌，剩下的也够迎宾楼做一场外奉席。刘二，货值多少？沈经理已经验清楚了，现在该算咱们的账了。你的60块收鱼钱得给我们，你们不就过是仗着沈经理缺货，没有迎宾楼，这些东西照样没人要。迎宾楼什么时候缺货，什么货能卖上价，那是我的本事。你既然当着我们的面立了赌约，输了就别找借口。钱给了，还有3声道歉呢。刚才你嚷得那么响，现在可别没声了。刘二眼瞎，我刘二眼瞎，我刘二眼瞎。江潮，你不是靠鲜活海货挣钱吗？我早晚让你的货活不到现场。江潮，这是你的320，另外以后再有这种品质的海货，直接送来，我按大小和鲜活度分级收购，收货单和斤两都会写清楚。沈经理肯按货给价，我就敢按品质送货。往后只要我手里有好货，优先送迎宾楼。柱子，这30块是你今天的工钱，该你拿的钱，哥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啊，潮哥，30块也太多了，顶俺3个月的收入了，俺只是跟着出了把力。柱子，你拿命跟我下滩，就不能让你白出力。往后只要你肯踏实干，咱兄弟俩有钱一起挣。成，超哥，往后你让俺往东边走，俺绝不往西走。媳妇儿，小满后面的药买齐了，米面也够吃一阵。海胆卖了320块，刘二赌输赔了余款，柱子的工钱也结清了，剩下350你收着。海胆，江潮，你是说咱村没人捡的刺球你卖了320块？320块顶咱去年1整年的收入。媳妇儿，这是迎宾楼的收货章，那海胆咱村人不吃，但是这东西在县里酒楼稀罕着呢，他们吃壳里黄胆的鲜，专供外宾。钱我替你收好，明天咱先把屋顶漏雨的地方补上，你赶紧吃饭吧。媳妇儿，等小满身子养好，咱再攒钱盖一间新房吧。爸爸，那新房是不是就不用下雨天抱着盆接水了吗？不用，以后爸爸让小满住不漏雨的大房子，近岸赶海，
终究只能看潮吃饭。想把日子真正撑起来，我必须有一条自己的船。柱子，岸边的货再多，也经不起天天挖。想去远滩找大货，咱必须有自己的船。朝哥，我把码头问遍了，能跑外郊的柴油船，加上油料和渔具，最少也得2000多。咱刚挣这点钱，连个船头都买不起。朝哥，你不会真瞧上这艘破船了吧？这是秀莲嫂子家男人留下的，荒了3、4年。龙骨不行了，船板裂了，漆也掉光了，全村都拿它当废木头。柱子，你看，外头烂的是船板，底下龙骨和肋骨还结实。发动机锈得厉害，可株洲没保瓷，换烂板、补船缝、通油滤，这船就还能下山。朝哥，俺这攒的媳妇本也给你用，是69块7，俺跟着你赶海，钱拿到手，命也让你保住了。俺信你的本事，更信你不会坑兄弟。这钱算俺入伙。行，这69块7记你名下，以后这条船是咱俩一块干活的家伙，谁出多少拿多少都明明白白。秀莲嫂子，码头那艘旧船我看过了，船板要换，发动机也得修，能不能下海还要我自己担风险。我按现在的船况出380块，你若愿意，当场交钱。江潮，嫂子不瞒你，那船荒了3、4年，真要漏水沉了，你可不能回头怪我也去卖你一条坏船。船是什么样，我已经看清楚了。买回去以后，修好修坏，是赚是赔，全算我的，绝不会让嫂子担责任。放心吧，嫂子，俺朝哥诚信要，字据上写的明明白白，按旧船现状买，往后出了什么问题，绝不来找嫂子。这船是孩子他爹留下的，我舍不得看他烂在岸上。你真能把它修活，也算没让他留下的东西变成一堆废木头。江潮，刚挣了几天小钱，就敢花380买条死人留下的破船，你这是想发财想疯了，还是嫌自己命太长？江潮，这破船下了水，能不能回来都难说，别到时候船沉了，血本无归。二愣子，船能不能修，俺朝哥比你们清楚，你少在这里咒人！江潮，你以为买了船就能跟我抢外滩的海货？村里的柴油、泊位、渔具和收货路子都得经过我的手，没有我点头，你这堆烂木头就是修活了，也只能停在岸边晒太阳。周大船，海不是你家的，码头也不是你家的，我的船能不能出海，更轮不到你点头。哼，海燕号那趟让你躲过去，是你命大，可一个人不可能回回都有好运。你真敢把这条破船开出去，迟早得把命留在海上。二愣子，盯紧江潮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把一堆烂木头开进海。柱子，我们的船买下来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得靠自己的手把它变成吃饭的家伙。朝哥，船板桐油灰、烂绳、油管和柴油，一共花了40块8，留出来的船钱已经不多了。这船今天要是再修不好，后面的油料都快买不起了。珠子，钱花在龙骨和发动机上，就不算糟蹋，只要能跑一趟外郊，这些本钱就能挣回来。我们先推船下潜水，看看船缝还漏不漏。朝哥，船底咋还漏？咱补了一整天，难道真是龙骨烂透了？柱子，颅骨没烂，是旧船板受潮翘了，光从外面抹桐油灰压不住。把船拖回去，你从里面顶紧，我重新填下钉。我看这江潮还是有点本事的，船果然不漏了，但那发动机荒了4年，能不能响还两说。锈成这副德行，还想开去外海？等会儿发动机一拉不响，江潮这200多块就算全扔进海里了。真被二愣子说中了，发动机真熄火了。我以为江潮真能把死船修活，
原来只是把外面收拾的好看。江潮，你这船壳补的再漂亮也没用，发动机废了，这条船还是一口漂在水上的棺材。哈哈哈哈哈！超哥，这咋办啊？机器是不是彻底坏了？咱们剩下的钱可买不起新发动机。发动机能可出声，主件就没坏，应该是旧油堵了原路，里面还憋着空气。柱子，把油管抬高，我把旧油和气全排出去。行，俺听你的。江潮，你再折腾也没用，一堆破铜烂铁，还真能让你修成船？太好了，超哥，发动机真响了，咱终于有自己的船了。二愣子，刚才你还说这船是棺材，现在这棺材可会自己跑了。俺超哥神了，船真修好了，俺超哥太厉害了。柱子，今晚备好铁锚、淡水、干粮和修船工具，明早赶大退潮，咱们第一次出海。大抓哥，江潮真把破船修响了，明早要带陈铁柱出海，看样子是奔着外郊去的。二愣子，你明早开大铁船跟上去，先看江潮去哪儿，再看他捞什么。只要他弄到大货，就连货带船全扣下。大抓哥，江潮要是不肯交呢？那就把船撞翻。海上死2个人，谁知道是触礁，还是遇上了浪？至于叶春堂，江潮没了，他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早晚得低头来求我。当家的，这绳是我和小满昨晚编的，你好好带着。这一趟我不求你挣多少，货少点就少点，人必须平平安安回来。爸爸，你回来还要陪小满吃晚饭，不能说话不算数。我答应你们，今天不摊货，不冒险，太阳落时前一定回家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盯着超哥，真有危险，我俩先保命，再管货。超哥，后面那条大铁船跟咱一路了，俺瞅清楚了，掌舵的是二愣子，他肯定是周大船派来的。周大船舍不得外交的财路落到别人手里，早晚会跟上来。前面是3叉浅礁沟，咱的木船吃水浅能穿过去，他的大船进不来，只能绕远。超哥，那沟底全是暗礁，走偏半蠢都可能刮穿船底。咱这才第一次出海，真要从里边过，而且俺还听说那一带有海盗，我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别怕，柱子，你盯住左边露出水面的礁尖，我来掌舵，听我的口令，别乱动。快跟进去！大船哥说了，必须跟进江潮。哥，咱船大，再往前就得搁底，那破木船能过，咱这铁船过不去，我可不想死啊！蠢蛋，你绕到另一边出口，我不信船都插翅飞了。超哥，右边快碰上了礁石了！别慌，柱子，右舵半把，咱船小贴着这条水线走，能过去。可恶，破他妈摆了一道，赶紧返航，回去给大船哥报信儿。超哥，真让咱甩掉了！我刚才看着礁石擦着船底过去，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。周大船吃定村里人不敢跟他争外海，才敢一直压价欺负人。咱既然出来了，就得找到一条不受他控制的活路。超哥，你比我聪明，也比我有主意，我都听你的。超哥，你快看，这么大的老鲍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，满满一片，咱这趟真要发大财了。柱子，别光顾着高兴了，干活了。记住，只撬巴掌大的，小的全部留下。咱今天装满3楼就走，不能为了眼前一笔钱，把以后能挣钱的根全刨干净。超哥，俺懂，今天吃干净，往后就没得吃了。柱子，别再撬了，这里有人来过，脚印和烟头都是新的，把货抬上船，我们马上走。想走晚了，潜龙礁的货不是谁都能碰的，把货留下才能走。超哥，是海盗！
识相的，船钥匙交出来，东西留下，敢蹦半个不字，老子直接捆了你们扔海里喂鱼！柱子，听我的，你先把左边那楼给他们搬过去。啊，超哥，真把货给这帮杂碎？柱子，咱们人少被包了，不能硬拼，先给他。那个老大，钥匙在船舱压着，我这就去给您拿。你先验验货。麻溜的，别给老子耍什么花招！老大，这筐里的豹比巴掌还大，鲜活的很，咱们这趟逮着了肥羊。怎么回事？船怎么晃了？老大，船尾的缆绳断了，咱的船被潮水冲跑了。敢跟老子玩这套，看我不砸了你的破船！超哥，快上船，我来拦住他。柱子，再坚持一下，发动机我没打着，想走得看我这铁钩答不答应，今儿就把你的破船炸破！柱子，发动机好了，那黄掉的炮不要了，赶紧坐稳。哎呀，俺的娘啊！超哥，俺刚才真以为咱哥俩要折在这儿了，就是可惜那一筐爆了。柱子，哥说的话你千万记住了，咱出海求财不求险，再好的货也抵不上人命金贵。超哥，坏菜了，豹王快撑不住气儿了，这一死价钱直接砍一半，咱半篓子货全白瞎呀！柱子，你先把水控住，只要撑到船能靠岸，货就死不了。超哥，这水漏得越来越快，再这么下去，俺怕船撑不到村口啊！裂口没伤到船底，沉不了。柱子，继续把水舀出去，腾出手就给鲍鱼换湿海草。超哥，你干脆把俺劈成2半使吧，我顾着舀水就顾不上鲍，顾着鲍船就灌满水。慌什么？拿出你单身20年的手速来，先保船不沉，再保货鲜活。放心，乱不了阵脚。柱子，别直接往竹篓里灌海水，只打湿草就行。闷在篓里捂坏了，鲍鱼照样活不成。哎，超哥，俺记住了。超哥，咱比原定晚了2多时辰，到地儿后还得送到码头，这批货能活不？出海前，我在码头公用电话给迎宾楼留了话，说会带外交大货回来，让沈经理傍晚前带活水箱和现钱去滩口等着。超哥，真有你的！出海前就把后路都铺明白了，俺咋就没往这茬上想呢？多留条路总没错。沈经理来不来咱说不准，咱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把货活着带回去。快看那艘是不是江潮的破船？船裂那么大的口子还能开回来，真是奇了。哎，我看他那船舱里堆着竹篓呢。江潮这回真从外交捞着东西了？跑一趟外交，把船撞成这副德行，就拎回来2篓快死的鲍鱼，我当你有多大本事呢？我说江潮，我伸手碰了碰，这鲍连吸都吸不住，摆明了快死透了。江潮，这些鲍鱼一死就不值钱了，可就全砸手里了。要不便宜点卖给刘二吧？300块，别说我刘二欺负你，也就我心善，肯接你这堆快放不住的烂鲍。你现在点头，拿钱回家还能剩俩子儿。再耗半个时辰，30块我都不稀罕要。柱子，把最湿的海草换到鲍网底下，接着往上泼水，别停。超哥，俺这就换。哟，还硬撑呢？等鲍臭了，我看你找谁收场。周大船，我的货我自己担着，不劳你费心。超哥，豹王没反应都没了。
赶紧的吧，300块最后一次，你卖不卖？江潮，江潮，我来晚了。你电话说有外交大货，我准备水箱和货款，耽误了点时间。沈经理，这2楼鲍鱼早就死透了，您可别花冤枉钱收坏货。沈经理，外交鲍离水太久，个头再大也是死货。迎宾楼做的是名声，可不能砸了招牌。货死没死，不是靠嘴说的。后厨师傅，把鲍鱼立刻放入活水箱，先验最大的那只。看见没？这鲍一动不动，死透了。我就说吧，吸住了，鲍活了，真活过来了！俺的娘哎，豹王活了！刘二，这就是你说的死透了？沈经理，这批是正经外交野生老鲍，最大的3只单算品级，剩下的还能分2等。当着大伙的面称清楚，让某些落井下石的人看看，这鱼货到底值多少钱？3只鲍900，头等老鲍1080，二等老鲍700，共计3项加总，一共2680块。2楼鲍鱼2680块，这赶上我们好几个月的收入了。江潮，不，江老板这一趟真是发大财了。沈经理，您这价是不是给的太高了？哪有鲍鱼卖这么贵的？师傅现场按市场真价收，还能有假？是我给高了，还是你压得太狠了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这是2680块，你点清楚。沈经理，不用点，我信得过你。超哥，咱真把这批货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柱子，跟哥回家，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。媳妇儿，这次我们出海赚了个大单，你来给我们记下账。修船板46，来回柴油18，竹篓、湿草加报废的工具算12，总共76块成本，剩下的给柱子2成。扣完剩2604块，柱子的2成是520块8毛。超哥，这也太多了，俺就出了60块入伙钱，平日跟着出点笨力气，哪能一下拿500多？当初字据写的是占2成，不是按60块算。赔的时候你那60块跟着亏，赚了你就该拿这2成。咱亲兄弟，明算账。柱子，江潮说的对，该你的钱他是拿着，多攒点，到时候好娶媳妇儿。潮哥，你就是俺亲哥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俺就是你的左膀右臂，船上最脏最累的活全交给我。你是我兄弟又不是长工，船是咱俩人的，有脏活累活也是咱俩一起干。爹，有了这些钱是不是可以买肉吃了？娘前几天做的红烧肉可香了，小马还想吃。想吃就买。媳妇儿，带着闺女收拾一下，我带着你们去县里买肉买新衣去。娘，这新鞋不夹脚，软乎乎的。闺女，慢些跑，别摔着。2套新衣加上识字本和铅笔，一共52块6毛。你啥时候又给我挑了布料？我身上的衣服还能穿，这块布退了吧。你这次赚的钱是你用命换的，我不要。趁你看闺女试鞋的功夫选的，就这个吧。我出海玩命挣钱，就是让你和闺女过好日子的。闺女有新衣裳，我媳妇儿也不能少。这些工具都是挣钱的家伙上，安全绳是保命的本钱，都得备上。江潮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迎宾楼的鲜货出了岔子，我正到处找你呢。江潮，9楼来了批爱吃鲜鱼的旅游团，周大船送来的鱼新鲜度不够，有一半没达标。迎宾楼后厨现在正缺鲜鱼，今天你能帮我补多少货？沈经理，这会儿岸口鲅鱼多，可我和柱子只有2个人，顺利的话先补5筐，再多不敢保证。 5筐也行，
鲅鱼、黄鱼都要，只要足够新鲜，价钱好谈，当场结现钱。当家的，生意送上门，该去就去。可码头都是周大船的车队，你2人不够，我带闺女买完东西就去找你们。好，媳妇儿，那我先去港口找柱子，你来的带上账本。这次货多，谁要是在岸上帮咱忙，及时给人家工钱。知道了，快去吧，别让沈经理等急了。江潮，前面全是我们大船哥的网，你那条破船绕远点儿，缠坏一张网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二愣子，海是你家的，你管那么宽呢？谁先到谁先下网，这是海上的规矩。陈铁柱，别以为你走了几次狗屎运就能和我相提并论了。我们是来打鱼的，跟他吵架只会耽误我们打鱼的速度。青石湾能下网的鱼口，今天全被我占了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连网都撒不下去，拿什么给沈之夏交货？超哥，周大船早就料到咱们会来，前面全是他们的网，再往前走，咱的船和网都得被缠住。难道今天真要空手回去？柱子，大鱼追着小鱼跑，周大船堵住的是老鱼口，可今天的大鱼根本不在这里。超哥，你是说他们的网撒错地方了？有没有鱼？等他们收网时自然会知道。掉头，去西边废礁沟。哈哈哈哈！江潮，没地方下网就想跑？等老子满船回村的时候，你可别哭红眼。超哥，前面全是暗礁，鱼真会往这种鬼地方钻。柱子，坐稳了，穿过这道礁口，答案自然会出来。哎呀，我的娘！超哥，真让你说中了，这么多大把鱼，海面都快被铺满了。来活了，柱子，准备下网。鱼群在这里待不久，我掌船把他们拦在沟里，你下网喽。超哥，第一张网满了，俺长这么大从没见过一网进这么多鱼。先别高兴，网拉不上来，鱼再多也是白搭。把绳子绕上船桩，借船的劲儿往回拖。这一网顶别人干10天。超哥，咱们今天真要发大财了。柱子看好了，要用湿海草隔开，别让下面的鱼被压烂。沈经理要的是高品质鲜货，越是鱼多，越不能糟蹋。超哥，又来一群，咱赶紧再下一网。这么多鱼放过去，少捞一条都是亏。行，再下一网。拉完这一网，不管前面还有多少鱼，咱们马上撤。超哥，你肩膀都勒出血了，俺皮糙肉厚，你松手，让俺一个人拉。把鱼捞上来要紧。柱子，脚抵住船板，站稳。我再加把劲儿。可算拉上来了。超哥，前面还有一大片，要不咱再装一网，说不定还能多赚点钱。不能再装了，船已经压到极限了，再来一个浪头，咱俩连人带船都得喂海。收网，回村。好嘞，俺听超哥的。我没看错吧？周大船不是把青石湾堵死了吗？江潮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鲅鱼？超哥，这么多鱼，你们2个人搬不完，我帮你抬。我也来，你们负责装筐，我们往牛车上搬。哎，这2个小兄弟，你们搬一筐，我就记一筐。鱼货装完，当场结工钱，绝不让你们白出力。嫂子，乡里乡亲帮着搬几筐鱼是常事儿，你们还真给钱？只要出了力，就该拿钱。我们江家不亏出力的人。柱子，潮口还没有合，鱼群没那么快散，咱们再跑一趟，沈经理的货差不多就够了。中，潮哥说装多少，俺就装多少。你们去吧，第一批鱼我亲自押车送到迎宾楼去。二愣子，把咱们3条船全开回来，横在码头口，剩下能靠岸的位置也全部给我堵死。大硕哥，他第一船鱼都卸完了，现在堵码头还有什么用？他既然敢再出海，就一定还会带着鱼回来。我就在这里堵他，我要让他拉着满船死鱼靠岸。江潮，想靠岸也不是不行，以后你捕到的鱼必须先让我挑，收多少，给什么价，全由我说了算。凭什么？江潮，时间可不等人，再让太阳晒上半个时辰，你这一船鲜鱼全得变成烂鱼臭虾。是低头求我，还是看着鱼烂在船上，你自己选。超哥，周大船拿3条大船堵死了码头，咱们的鱼已经开始发热，再靠不了岸，真得全坏了。难道咱们真要答应他？柱子，先沉住气，
周大船堵得住正码头，堵不住沙家村整条海岸。当家的靠岸的路被堵死了，我得想办法找一条新路。江家媳妇儿，这条沟早些年是运盐用的，涨潮时小木船勉强能进，可岸边全是烂泥，人一脚踩下去都拔不出来，鱼更不好往岸上搬。谢谢老人家，只要船能进来，剩下的路就能靠人铺出来。麻烦大家把旧木板铺进泥里，再帮忙接鱼筐、套牛车，搬一筐我系一筐。只要鱼能上岸，我当场给大家结算工钱。嫂子，我帮你铺路。我也来。周大船摆明了欺负人，咱们先把鱼救上岸再说。当家的，西边旧盐沟能进小船，木板、竹筐和牛车都备好了，从这边上岸。柱子，掉头，进盐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到嘴的鸭子都要飞了！开船追进去，把江潮堵死在沟里。大船哥，这条沟又窄又浅，咱们的大船进去肯定会陷住。少废话！你不会加大马力给我开进去，拦住他们！周大船，俺们的小船能走，你的大船可走不了。你没堵住俺们，反倒把自己的船塞进泥里了。完了，大船哥，咱们光顾着堵江潮，自己船上的鱼全都晒得翻白眼了。闭嘴！江潮，你今天让我损失的这笔钱，早晚让你加倍还回来。超哥，我叫徐海生，这是我兄弟。今天我们算看明白了，你这里账算得清，谁出了力就给谁钱，从不耍花样。我们想跟着你干。超哥，咱这个小船，咱4个大老爷们儿再加渔网、竹筐，全挤上去转个圈都得怼屁股。就算抓到鱼，船里也没地方装啊。你们愿意来，我就有能力带你们挣钱。媳妇儿，你带着他去送第2批货，我和柱子去邻村渔港买条新船。老板，这船怎么卖？兄弟，好眼光！我这条船就是旧了，但船底没烂，发动机还能响。家里急着用钱，720块。船底结实，发动机声音也稳，700块，字据写清楚。行，我今天就开走。成，我看你也是爽快人，700块，这船归你。超哥，咱真有第2条船了，刚才那2人不用和俺挤一起了。柱子，第2条船不是摆着看的，开回去以后，你得学着自己掌船。啊，超哥，你真敢把一整条船交给俺？你跟我跑了这么多趟海，我信你能学会。走吧，我们把船开回村。大周哥，江潮又买了一条能下海的船，今儿那2个年轻人也跟了他，他真要拉起2条船了。他真把2条船开起来，往后抢的就不只是几筐鱼，而是我手里的工人和生意。二愣子，今晚码头没人，去给新船做点手脚，我要他出不了海，耽误江潮的货期。大家等一下，船边有几粒木屑，这船有问题。有人在这船下多出个洞口，上面有透明的鱼蜡，刚下水能挡一阵，泡软以后才会漏水。超哥，这船昨天买回来还好好的，除了周大船和二愣们，谁还能干这种缺德事儿？俺现在就找他们算账。现在去找，他们一句不知道就能推干净。先别声张，我要让动手的人自己回来。既然你这么想使坏，那我就抓你个现行。新船过了晌午就推下水出海。这鱼蜡怎么掉了？没有鱼蜡，船一进潜水就会漏。我昨晚不就是白忙活一场吗？我得再去给他补上。超哥，二愣子要是害怕不敢回来怎么办？现在风口松了，他不来补，船刚进潜水就会露馅，他们的阴谋就失败了。他会回来的。只要重新堵盐，江潮下午一出海，就只能在海上舀水等死了。二愣子，你拿着鱼蜡堵船缝，是来搞破坏，还是想害我出事？上次海燕号的事儿，我早就觉得不对劲。这事儿不小，得让村长来断。村长管村里公道，谁也别想糊弄过去。俺亲眼看见你往洞里抹鱼蜡，你还想怎么抵赖？我看见你船底坏了，好心带东西来帮你补，你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
是不是好心？让大家看完再说。把他刚捕的鱼蜡全部刮掉，推船下水。还真有洞，刚才有鱼蜡堵着，根本看不出来。你的钻头正好对上船洞，你还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这个洞刚下水时漏得慢，船开远以后，鱼蜡泡软，海水就会越进越多。等船上的人发现时，岸都看不见了。我现在就去喊村长过来。二愣子，你背着我干了什么？这么缺德的事儿你也做得出来？大船哥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你？呸！我就是平时工钱算得精细，可不会像你这样下三滥。你自己记恨姜潮，就自己担着，别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没有，明明是你指使我。二愣子，你娘看病的钱，你家吃的粮是谁给的？你心里掂量清楚，你再说话。村长，对不起，洞是我自己钻的，是我记恨姜潮，跟大船哥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错。二愣子，你船底钻洞是想要人命啊！把他带走。周大船，二愣子为什么偏偏来动我的船？村里人心里都有数，你何必演这一出？姜潮，没有证据就别乱说。现在你的船烂了，你要怎么出海呢？不行，你跪下求求我，我大发慈悲拿绳子拴着你，让你跟在我船屁股后面。不用你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你要是好奇就在码头等着看好了。柱子，船修好了，上来试试。超哥，俺第一次自己掌船，你咋这么放心俺？柱子，咱俩穿开裆裤长大的，我还能不了解你开船的技术？待会儿两条船别离太远，必须互相喊得见。你们跟着柱子，他说停就停，说收网就收网。谁要是为了多抓鱼不听指挥，以后就别上船。超哥，我们听柱子哥的。爹，柱子说，小满和娘亲在岸边数船，等你们回来。小满乖，等爹打鱼回来，给小满煲鱼头汤喝，好不好？好。注意安全，我们在家等你们回来。柱子，你从左边下网，我从右边拦鱼。第一次带船，宁可少抓，也别把船压满。好，俺记住了。柱子哥，那边还有鱼，咱再追一网，还能多装几筐。海生，船上的货够了。朝哥说过，出海不能贪，收网返航。娘，一条、两条，爹和柱子叔都回来了，一条船也没少。姜潮兄弟，上次那批货沈经理很满意，这次特意交代来沙家村优先收你家船队的货，2艘船拢共620斤，合计510块。油钱已经扣掉，这是你们今天的工钱和分成，你们自己点清楚。超哥，赶海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当天赶海卖了货就能分到钱。我们跟着朝哥干，果然没错。这么多海鸟一起压过来，沙家村的大鱼汛要到了，这2条船恐怕不够。姜潮，我承认你前几次撞了好运，但今天真碰上大鱼汛了，就得看谁的船多，谁抓得多。你这2艘船怎么和我比？周大船有3条大船，姜潮只有2条小船，人手还不到他一半，真抢起来哪有胜算？超哥，周大船已经带着3条船往外湾去了，咱再不追，大鱼都要让他抢走了。柱子，大鱼刚来会先聚在外湾，等海水往下退，鱼群就会顺着水往回撤，潜水口是他们必须经过的窄道。超哥，你是说周大船先抢外湾，咱们提前守住那条窄道？没错，大船在外面抓得快，却进不了潜口，咱们2条小船一起过去，等鱼自己送上门，省力又便捷。姜潮，大鱼全在外湾，
你娘们儿唧唧不敢过来抢就算了，反倒守着一条空水道，这是提前认输了。周大船，废话最是无用，等收网的时候看结果就是。大船哥，第一网就装满大半个船舱，今天谁也比不过咱们。柱子哥，周大船已经拉上这么多鱼，咱们这里连条大鱼都没有，咱就一直这么等着吗？慌啥？朝哥让咱们守着，咱们就别乱动。江潮，我3条船第一网就打个满兜，你那2条船还是空的，你还拿什么跟我争？江潮，我又起了第2网，你的船还是空的。今天真拼船、拼人、拼本事，你连我的船尾都追不上。柱子哥，周大船快装满1条船了，咱们只有几筐小鱼，再等下去，会不会真错过鱼汛？朝哥，俺是信你，但外湾越抓越多，潜水口还没动静，咱们还要等多久？柱子，时候已到，你看露出水面的浅滩开始退潮了，外湾的鱼马上会顺水往回撤，现在谁先离开浅口，谁就会错过最后那批大鱼。大船哥，刚才下面全是鱼，这一网怎么突然空了？废话，鱼还能定在原地等你捞？3条船分开，往外面找，今天必须把船舱装满。哈哈哈，朝哥，真让你说中了，外湾的鱼全撤了，周大船那儿没鱼了。柱子，不是没鱼，是鱼正往潜水口赶，快，带人准备下网。鱼来了，鱼来了！海生稳住网，俺来掌船，谁都不能乱。柱子哥，网绳全绷紧了，这一网全是大鱼，我拉不动了。把绳子绕过船桩，咱俩一起拉。鱼再多，也不能让它把人拖进海里。鱼全进潜水口了，快，马上追过去，绝不能让江潮一个人吃下这批鱼。大船哥，前面的水越来越浅，下面还有泥沙和暗礁，再往里开，咱们的大船真会搁住。江潮的小船能进去，我的大船凭什么不能？继续往里冲！谁敢停船，今天就别想拿钱。柱子哥，窄口里还有这么多鱼，咱们再下一网，今天每个人都能多分不少钱。不能再装，船身已经压低，再来一个浪头，海水就会灌进船舱，船翻了，谁都回不了家。听朝哥的，鱼以后还能抓，人要是没了，挣再多钱也带不回去，收网返航。江潮2条船都满了，不能看着他把鱼带走，边往里开边下网，今天必须把这批鱼截住。大车哥，前面就是暗礁，船再往前会撞坏，撒下去的网也会被石头划破，不往前开就扣你的钱。今天谁敢后退，谁一分钱都别想拿。大车哥，船舱已经进水，渔网也破了，刚进网的大鱼全跑了，再不退出去，咱们都回不了岸。一群废物，这么多鱼送到眼前，你们都抓不住，赶紧堵船洞，收破网，回村儿。周大船船多人多，却撞坏1条船，划破1张网。江潮只有2条小船，反倒全都平安满载。船撞坏要修，渔网破了要补，逃掉的鱼也算损失。今天这些钱全从你们的工钱里扣。今天损失少说100块，全从你们工钱里扣，没让你们额外赔，算便宜你们了。大车哥，明明是你逼我们往暗礁上开，我们也提醒过前面危险，船和渔网出了事儿，凭什么让我们赔？少给我扯！船是你们开的，网是你们撒的，出了事不扣你们的钱，难道让我自己掏？大船哥，我们在3年了，从来没嫌弃挣的少，哪会儿不是替你拿命抓鱼？现在你逼我们撞礁，出了事儿又让我们赔船赔网，这活我们不干了，不想干就滚！
给你们工钱还给我讲着道理了？离开我的船，我看你们以后靠什么吃饭？朝哥，你们还要人不？我们愿意跟着你干，出多少令儿，守什么规矩，提前说清楚就行。愿意按规矩干，我就收。上了海必须听指挥，谁也不能为了多抓鱼拿命赌，出了问题把账当面说清。你们几个白眼狼，谁准你们去江潮那里的？今天赶走，以后就别想再回我的船。周大船，人愿意跟谁出海，是他们自己的事儿。你管得了自己的船，管不了全村人的土，更不能别人拿命替你挣钱。江潮，俺家有条旧船一直闲着，你这又收2人，现在人手多，要是缺第3条船，我愿意租给你。可以，但是我要先检查船底和发动机，只要没有大毛病，这船我买了。修船、加油和出海损耗由我负责，双方该单什么全写进字据。成，那今晚就看船，写清字据，这条船就交给你用。朝哥，现在人够了，第3条船也有了，等咱们3条船一起开出去，看他周大船还拿什么压着咱们。柱子，你还是带第2条船。海生，这几天你表现得不错，第3条船交给你。第1次掌船别贪鱼，跟紧我和柱子，把船和兄弟平安带回来就是本事。超哥，你肯把船交给我，我就守你的规矩。海上不逞强，出多少人我就带多少人回来。徐海生，你才跟江潮干几天，他就敢把船交给你？出了事儿，他一句是你掌船，就能把船钱和人命全推给你。朝哥把风险和规矩说在前面，是信我才让我掌船。你逼船工撞礁，出了事还扣工钱，我们跟谁干，心里分得清。海生，不用跟他争，3条船解烂，今天不比谁抓得多，只看咱们能不能把船、鱼和人一起带回来。鱼撞网以后，先把绳子绕上船桩，谁也不准拿手硬拽，抓少了不丢人，乱了阵脚才会害一船人。徐海生这个人学东西很快，选他带第3条船果然没错。3条船第1次配合，咱货够了就返航，谁也不准为了多装几烹把船压低。爹，小马数清楚了，1条、2条、3条，咱家现在有3条船。江潮，你现在天天去县里送货，我抓的鲜货也想送到你这里，只要你肯按市价收，我以后就不用再看周大船的脸色了。行，货够新鲜，我就按价收。媳妇儿，明儿个咱就在岸口建立收货点，当面轻重记账结钱，谁送来的货咱们都不压价不拖账。好。哇，爹爹也太厉害了，等我长大了也给爹爹。可以啊，江老板，几日不见，3条船出货稳了，连收货点都支起来了。这沙家村岸口的规矩，往后怕是要听你江家的了。沈经理专程过来，不是来闲话的，直说吧，这次要什么货？江老板痛快。3天后县里办大宴，我缺一件够大够稀罕的活海货压轴，这是1万定金，3天内活着带回来，我再补2万。先给1万，回来再给2万，啥海货能值3万块啊？东西由你找，我信江潮的眼力，不光要大，得全县都少见，能让全场客人都站起来看。朝哥，俺听老人说，鬼门礁也叫黄金港湾，那里有只赤金龙虾，浑身金红，钳子跟孩子胳膊似的粗，就是路险，全村也就胡迪图叔早年走过。对，我要的就是这种稀罕货，就3天时间，这1万定金，你敢不敢接？定金我可以收，但没摸清鬼门礁的路，我绝不会带弟兄们冒险。3天找不到，钱我原封不动退回去。超哥，鬼门礁水下全是暗礁乱流，没认路的人带着，3条船进去就是送命。柱子，村里谁真正走过鬼门礁？蝴蝶图胡叔，老一辈跑外海的，人称海上活地图，就他认那片水路。江潮，这事儿绝对不行，
胡叔当年闯鬼门礁，同船的弟兄全没了，他自己瘸着腿捡回半条命。那地方就是吃人的鬼门关，绝对不行。爹爹不要，小满不能没有爹爹。江潮，这事儿绝对不行。媳妇儿，我知道你的担心，但是作为领队，我需要带着大家一起挣钱。但我会对你保证，遇险先舍祸，人全须全碗的回来。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？3条船全挤进去，6个人你顾得来吗？谁在外头接应？出事了谁回来报信儿？我打算只让1条主船过礁，柱子跟我走，胡叔带路，剩下2条分2层接应。海生守3叉礁外层，老周叔守更外侧，补油拖带报信儿。说的倒是好听，但是你上次出海晚了2个时辰回来，船帮漏了，豹王差一点就死，我和闺女都很担心你。风浪越大，鱼越贵，稀罕货本来就藏在深海里。上次是头回摸远航路，船况吃不准，这回有胡叔认路，柱子探水，我全程只盯潮水和安全，出不了岔子。爹，以前小满只数1条船，今天小满数3条，3条都要回来。好，爹记住了，3条船，1条不少。走，柱子去找胡叔。你是为鬼门礁来的吧，江潮？我知道你最近带着村人闯海谋生计，但那地方的凶险远比你想的要深。胡叔，我知道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专门来请教你。只有您知道那边的路况。去哪里之前，我得告诉你，那里诱惑太多。我之前就是货装得太满，退潮舍不得丢，耽误半刻钟，回头潮把整条船拍在礁壁上。胡叔，我明白。在上船前，我也答应了我媳妇儿和闺女，3条船1条不少的回来。到时候您说放货，我绝不含糊。明天退潮前到码头，晚了，鬼门礁连口子都不给你留。江潮，组织带咱们3个人的水和干粮，船舱必须留空，真在礁里撞坏了船，才有地方挪东西、舀海水。大家听好了。到达目的地后，胡叔和柱子跟我进鬼门礁，海生守3叉礁，听见我连喊3声救援就靠近。老周叔带年轻船工守在最外层，红布升起就补油拖船，日落前收不到信号，立刻回村报信。海生，江潮主船的出发、进礁、匪房的时辰我记下了，你们这次要小心。江潮他们主船超时间就及时应援。放心吧，媳妇儿，我们3条船怎么出去，我就怎么带回来。大家准备好了吧？出发！从这道白浪进去就是鬼门礁，退潮时它是路，回头潮一涨，它就是堵死船的墙。江潮，做好准备了，咱们要进去了。超哥，这里头全是礁缝，咱上哪儿找那赤金龙虾去？柱子，你瞧，你头顶上那礁底那金红的是啥？嘿，超哥，你眼神咋嫩好使？这礁底下趴个大家伙，钳子真跟娃胳膊似的粗，咱现在就抓。柱子，他正死死扣着礁石，你硬拽根本拽不动，拿杂鱼把他引出来。江潮，你法子是好使，可这老龙虾一受惊就往身缝里钻，真让他钻进了去，今儿谁也别想再摸上他。你俩沉住气，等他俩钳子全离开礁缝再收绳。小心，回头潮提前来了，船再撞2下，这船帮就得裂。柱子，快松绳，拿竹篙把船撑开。啊，超哥，龙虾都出来大半了，这一松，咱到手的3万块可就飞了。船翻了，货和人一个都回不去，保船，松绳。超哥，这龙虾咬俺的竹篙了，俺要倒了，快拉俺一把！江潮，龙虾这要跑了，快，收绳！胡叔先不管绳子，我稳住柱子。这人要是掉下去，捞多少货都白搭。好了，柱子，你现在安全了，咱再捞一回这龙虾。你来套，我用龙绳控制巨钳，扶地图稳住船身。好，超哥，俺这次长记性了，听你的，套他尾巴，再拉，这回绝不去碰他的大钳子。超哥，逮住了，3万块真让咱装箱子里了。坏了，江潮，高礁上的白石被水淹了，咱来时唯一的出口被回头潮彻底堵死了。啊，胡叔，
这整啊，原路没了。咱是等退潮，还是还有别的出路？等下趟退潮最少4个时辰，到时候天全黑了，浪只会更凶。东边有条碎礁沟，可我跑了一辈子海，也从没从那儿走过。主潮往西流，海草却往东飘，说明碎礁沟底下有暗流往外走。胡叔，那不是死路。但是江潮，水能流出去，不代表船能开出去。底下全是暗礁，偏半寸就能刮穿船底。胡叔，让我来掌舵，柱子拿竹篙探水深，您盯着两边礁间，篙探不着底就停，船底一蹭礁立马退。好，俺听朝哥的。江潮，右前方有暗礁，往左大半尺，再往左就撞另一块了。知道了，胡叔，我正在调整。江潮，我这辈子只认老辈传下来的旧路，你却能从海草和水流里硬生生找出一条活路，你比我厉害。朝哥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我都准备带人过去找你们了。海生，2条船一前一后护着，别让浪直接拍箱子。到村后，柱子和我今晚就送迎宾楼，货没进活水箱，这趟就不算完。哇，这龙虾、须子、钳子全齐活，2大钳子没也裂，甲壳也没伤。这么大的赤金龙虾，我干20年海货都没见过，摆县宴主桌上绝对撑得起场面。江潮，货符合约定，1万定金之前给过了，剩下2万尾款，现在就结。3万块总算实打实落袋了，但靠一只龙虾只能赚这一次，得拿这笔钱换大船，改活水舱，往后才能趟出一条稳赚的长久海路。当家的赤金龙虾的3万全部入账，先扣油钱、破网和出海工钱，再给胡叔一份带路费，家里还剩2万7千多。媳妇儿，咱对小船跑近海够用，要是想长期往黄金港湾送活货，必须有一条稳得住风浪、装得下活水舱的大船。朝哥，我知道县城渔港有条8成新的柴油船要卖，原船主要去外地，船况好，就是价钱高，听说要1万。当家的，船是船队的根，该花的钱咱不能省，可剩下的钱还要改船、买网、留油钱，也不能一次全压进去。我先跟柱子去县城渔港看船，值那个价咱就买，不值1分也不多出。兄弟，好眼光啊！这条9800块，船底去年刚包过，发动机也换过喷油走，开外海没问题。你这船况可以，可鱼舱是装冰货的，我要改活水舱，底板要重新开孔，木隔板也得拆，9500我认，但船上的备用油桶、2套毛绳和那台抽水泵一起留下。不行，抽水泵单卖都要400多，算下来我都亏了。我也不是非要你这条船，鱼舱改活水舱确实费劲，要是这抽水泵给我，我现在交钱，不留下我再看别的船。成，好久没开张了，9500，船和东西都归你。朝哥，出手真阔绰，咱真买下大船了，这可比周大船的大船还威风。柱子，把旧船烂绳解开，这船你开，咱回村儿。这江潮出去一趟，就带回来一条大船，比周大船剩下的船还新。哼，拿3万块买一条大船，江潮，你船越大，烧的油越多，抓不到大货，他一天就能把你烧穷。周大船，船大烧钱不假，但是能不能挣钱，得等下海以后再说。江老板，沈经理让你明早去迎宾楼。江潮，县宴的赤金龙虾让迎宾楼出了名，我想把石斑鱼当招牌主菜，3天之内30条2斤以上的顶级品相的活石斑，只要品相达标，我按普通货3倍的价收。沈经理，抓30条对我来说不难，难的是沈经理想要的鲜活度。这样吧，我今天买了一条船，正准备改活水舱，明天试水成功后我就出海。好，我等你试完，3天之内交货，这订单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朝哥，这活水箱这么神奇，这船晃这么厉害，鱼还在水里游，真没撞伤。先别高兴太早，发动机一跑就是几个时辰，到时候水泵和滤网都不能停。对了，胡叔，我刚接了沈经理的订单，
但是咱附近的近海没有大石斑。黄金港湾外围有没有石斑窝？有，之前出海我记得黑背礁下全是石洞，石斑就藏在里面。但那种鱼受惊就钻洞，大网拖得多，活下来的少。那就不用大网，分船守洞口，一条条引出来。早大船带2条小船进黄金港湾，徐海生留1条船守外围。不就是石斑鱼吗？江潮，既然你抢我船员和财路，那你这条新财路就别怪我截胡。大伙儿听好了，咱今天出海抓的是活石斑。谁为了省事用铁钩伤鱼，谁为了多抓把鱼压在一起，破一律不算钱。海生，你还别说，这大船就是得劲儿，咱几个大老爷们儿还有位置躺着。江潮到地儿了，就是这儿，石斑都守在洞口吃小鱼。快，柱子别躺了，拿小网赶紧把装着杂鱼的诱笼放到洞口外3尺。好嘞，其他人守2侧短网，鱼出来以后指缝退路，别碰坏了鱼身。超哥，第一笼收网有5条，活蹦乱跳的，全须全尾。超哥，不好了，西面来了一条大船，船头是周大船，他带了拖网，正往黑背礁这边靠。一条条拿笼子哄鱼，3天也凑不够30条。看清楚了，抓鱼得靠大船大网。超哥，周大船一网就抓这么多，估摸着得有10几条，再让他拖2网，石斑全让他抢走了。柱子，他们捞网太快太急，鱼一旦撞伤，离水前就会翻肚，等着看吧。就是挤压了而已，捞的鱼全装进水桶，只要送到迎宾楼时还能动，咱就按活鱼卖。大船哥，网挂住暗礁了，这第2网要不了了，再拉船要侧翻。你说松就松，一张网几10条鱼呢，谁敢松手我就扣谁的钱。继续拉。大船哥，网挂死在礁缝里了，再拽下去，海水就要灌进船舱。超哥，周大船的网不是挂在一块礁上，是绕进2道石缝了，硬拉只能把船拽翻。周大船，你立刻停发动机，把拖网主绳松掉。江潮，我的网里有几10条石斑，你是想骗我松手，好让鱼全跑了？网可以再买，人沉下去就回不来了。你不松绳，我也救不了你。大船哥，船舱进水了，俺不想为了几条鱼死在这里，我听江潮的。谁让你砍的？我这一网鱼全没了。海生，把绳套扔过去，先把大船脱离暗礁。周大船，你拖一网伤鱼走，舍不得货，回头潮来了全折在里头。你今天要不是有人松绳，他们也跟你一起沉。江潮，走吧，咱去北侧，这边石斑全惊了，得换个地方。胡叔，受惊的鱼全跑到北侧阴礁了，大家调整位置，还按老法子，一条条引，不许伤鱼。整整30条，1条没伤。收网，去迎宾楼。师傅，我这里16条活着的大石斑，你要看看不？江潮带人进鬼门礁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的。周大船，谁说我回不来了？周大船，你这虽然是活鱼，但是鱼鳞脱落，鱼嘴出血，16条里已经死了5条，剩下的也撑不过今晚，非要卖，只能算死货卖。他们刚上岸时还会动，这有一口气怎么能算死货？周大船，我们这批的石斑鱼要当招牌菜，品相高才收。你这没打标我都没准备要，你倒是先嫌弃这价格。
江老板的30条全活，1条不少，1条没伤。江潮，数量、个头、鲜活度全部达到约定，按照咱们约定的3倍价24块一斤，总计1872块。都是一个地方的鱼，凭什么卖我3倍？江潮，我一定要赢你一次！珍珠，你可算是放假回来了，你赶紧帮帮爹，这是你爹的收货单，同样的活石斑鱼，江潮卖的比我高了3倍。爹，江潮30条活石斑结了3倍的钱，说明活货这路子他已经玩明白了，硬抢货咱抢不过他，你得换条路了。闺女，啥意思？换个路？我们赶海还能换什么路子？爹，赶海出货是第一步，运输才是重点。他货越多，越怕运不出去，存不住。咱不抢他的货，专卡他的路。爹，2家冰铺3辆拉鱼车，我已经定下明后2天。江潮想运货，就得等周家先用完。还是我闺女有本事，江潮没兵没车，收的越多死的越多，最后只能半价卖给咱。爹，二愣子的补船钱我赔了，您欠他的工钱也结了，二愣子罚了半个月工，回来继续干活。你要是再扣钱，傻子都看得出他替谁办事。他把事儿办砸了，你还给钱？不是拿周家的钱给他擦屁股吗？这钱是替周家堵嘴，往后抢货抢车都行，谁再碰江家的船和货，就是给江潮送把柄。78斤活石斑卖了1872，扣掉油钱、鱼饵、水泵和人工236，还有1636。800进公账，剩下按原来的分法结清。春堂白天收货，晚上算账。生意再大也得先补人，不能让他带着小满一直熬。江潮，俺听说你昨儿把活鱼能卖3倍价，我这刚捞的好货全送来了。你天天去送货，都乡里乡亲的，总不能只收自己船队的鱼吧？迎宾楼给3倍价的是顶级活石斑，普通活鱼卖不到这个价，但鱼活着就多一条销路。只要品相好，江家就按规矩收。当家的木箱全装满了，再收下去鱼急死了，乡亲拿不到钱，江家也赔不起这么多货。之前下货走过一次废盐沟，水稻能用，就是泥太厚存不住水，清理出来正好暂养鱼。码头西边那条废盐沟，涨潮能进海水，把烂泥清出去，沟口拦起来，兴许能暂养活鱼。明早清废盐沟，只拿10条普通鱼试养。超哥，盐沟口全让烂泥堵住了，涨潮能进水，退潮还不是剩下一沟臭水，鱼能活吗？那得看咱清理成什么样。柱子清沟口，海生捞烂木，其他人装2道竹门，把外段和中段分开，坏水不能连累整沟鱼。超哥，最里面的淤泥都没过小腿了，要不要一起挖开，多腾些地方养鱼？今天不碰最深处，外沟能不能养鱼还不知道，全挖开只会多花钱，把泥底的臭水翻出来。清泥1天3块，抬木桩、编竹门1天2块5，中午管饭，当天结钱。竹竿能用就按根给钱，烂的1根不要。春堂，清一条公用盐沟，也当天给现钱。那俺帮忙下去挖泥，家里的旧竹竿也给你们拉过来呗。行啊，出了力就该拿钱，这是船队公账，谁干了多少送几根竹竿我都记清，不能让人吃亏，也不能让人冒领。木牌写清10条试养鱼，放鱼时辰和外沟位置。今晚只放这10条，谁也不准看见鱼能游，就把乡亲的好货往里加。现在涨潮，新水一直往里进，看不出真毛病。要等后半夜退到底，鱼还能沉在水下，才算成功。超哥，俺和年轻船工轮流守着，每隔1个时辰记一次水位和鱼数，有1条浮头就立刻叫你。好，千万盯紧了。超哥，最低潮一到就死了2条，剩下8条也快憋坏了。
海生，外段淤泥太厚，退潮以后新水进不来，鱼在闷水里熬一夜，不死也得掉价。先捞出8条活鱼，盐沟立即停止收获。快，把死鱼放进红漆筐，木牌写清时辰、位置和鱼身黑泥，查清原因再掩埋。剩下8条按普通鲜鱼送县城，不能再冒险。江涛，外沟以前只运盐，当然留不住新水，最里面还有口旧盐井，你试试。井底铺着粗沙，早年退潮后也会往上冒海水，只是不知道现在堵死了没有。胡叔，我现在带人挖井，可收获点还缺一个会分鱼、认绳结、管木牌的人，人手不补上，井挖出来也会把货记乱。我闺女胡荷花会，她以前不跟船出海，你们自然没见她在收获点干活。我现在把她叫来，能不能留下，让她凭本事说话？好，胡叔，你把荷花带来，先施工再挖井。今天要是井底冒不出新水，大家谁也不能停。朝哥，我会补网分鱼认绳结，哪筐记错，哪张网补不牢，你按规矩扣我的工钱，我不会拿我爹的脸面说情。卸货。江潮，不是我不帮你，周家提前包了2天车，今天我只能替江家跑这一趟。你这8筐装满之后，剩下4筐就算加钱，我也没车替你送。江潮，你这鱼1天送不过去就翻白发臭，要不半价卖我，你还能少赔一点。刘二，你少给这儿打歪主意，2天而已，江家撑得住。海生带人挖旧盐井，荷花先给4筐货先挂上木牌，船主、筐号和入井时辰一项不能少。海生，先放1筐试水，半个时辰后鱼还能沉在水下，再把另外3筐分开下井。外沟的闷水一滴都不能混进来。朝哥，第1筐鱼已经撑过半个时辰，没有浮头，4筐木牌也全部写清，谁换过筐、动过绳结，我都能看出来。把剩下3筐放进去，旧盐井只能保住眼前4筐，装不下全村的货，咱还得继续找车和销路，不能把一口井当成长久办法。周珍珠花钱让我卡兵和车，可这么好的机会不用才是傻子。明早我把死鱼塞进江家的货筐，看江潮还怎么让全村相信他的旧盐井。江潮，这筐里咋有2条死鱼？俺把活货交给江家，你不会把养死的鱼混进去，还想按活鱼价往外卖吧？这鱼要真是旧盐井养死的，谁还敢把活货交给江家？今天你得给全村一个明白话。死鱼装在江家的筐里，也摆在江家的盐沟边儿，还有啥可查的？江家收活鱼的钱却拿死鱼骗人，就是砸全村的招牌。各位，事情没查清以前，所有货停止出沟。真是江家养死的，我按账赔钱。要是有人拿死鱼栽赃，江家也必须把他当众揪出来。荷花，你昨天亲手挂的木牌，打的绳结，你检查一下这筐货。朝哥，这块牌没写进井时辰，绑牌用的也是一拉就开的外来活果，死鱼肚皮沾着外沟黑泥，鱼鳃里还有冰碴，不是从旧盐井里养死的。朝哥，外沟死的2条市鲤鱼昨天放在红漆筐里，现在红筐空了，有人把死鱼偷走冰过，又塞进假筐，分明是想毁江家的名声。海生守住竹门，从现在起来，任何人不准再碰鱼筐。春堂把昨天的账本、木牌和死亡时辰全部拿来，证据少一样都说不清。账本和木牌都是江家自己写的，荷花也是江潮刚收的人，你们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周家前2天抢车抢兵，周大船头脑简单，断运输应该是他闺女周珍珠的主意，但他现在一句都没替刘二说，这2条死鱼多半不是他安排的。把村长他们全请来，刘二，你敢把事情闹大，就别怪我把你怎么偷鱼、怎么换筐，一层层扒给大家看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既然大家质疑我们的货，那就分3步验。春婷先查账和筐号，荷花再查鱼身和绳结，
最后查谁拿过冰，碰过红漆框，哪一步对不上，江家都认错赔钱。昨天共收17条船，43筐货，每筐都有船主、筐号和时辰。这只筐没有送货人的名字，账本里也没有记录。第一步就不是江家收进来的货。木牌会掉，账也会漏血。鱼死在江家的地盘，你不能只拿自己的账本替自己作证。他说账本不能作证，那就查第二步。荷花，把绳结、黑泥和冰叉给大家说清楚。江家的木牌全部打死结，这块却是外来活扣，死鱼肚皮沾着外钩黑泥，鱼鳃还卡着冰叉，说明有人把前天的式养死鱼冰过，再塞进甲筐。昨天死鱼一发现，我就看见刘二袖口沾着红漆，手上还滴着冰水。他要没碰过红框，袖口哪来的漆？蹭点红漆算啥证据？周家的兵谁都能碰，不能全赖在我头上。珍珠，咱两家抢的是同一口饭，你要护你爹，我不拦。可刘二现在是你们周家的收货商，昨晚谁去周家拿过冰，你最清楚。刘二干的这件事儿，你也打算替他认吗？江潮居然把我的名誉和这个蠢蛋绑一起。冰是刘二从周家拿的，我只让他盯江家的货，没让他碰死鱼。江潮，这回是刘二坏了规矩，不是周家认输。往后的生意咱们照样挣。账、鱼、绳结、红漆和冰全对上了。刘二，你赔江家停货和运货的损失，再去村里干活抵错。以后再敢碰全村的货，码头不许你进。荷花，你守住筐号，也帮江家留下了证据。从今天起，你正式管盐沟、竹门、货筐、木牌和进出时辰，工钱按正式工算。珍珠，你当众替江潮作证，就是打你爹的脸。周珍珠，你跟我回家，我倒要问问你到底是谁家的闺女。我省吃俭用供你去县里上学，是让你回来帮周家，不是让你当着全村拆刘二的台，替江潮正脸。爹，我没帮江潮，刘二拿周家的兵去栽赃，真让他赖成了，最后背黑锅的是咱们周家。我替您抢生意，但咱得考虑后果，不能替他认假账。好，那你就拿本事把江潮的活货生意抢回来。下一次你要是再让周家丢人，我就当没供过你这个闺女。当家的，今天的货款结完，账上现钱最多再撑3天。收货越多，江家先垫出去的钱越多。只靠迎宾楼一个买家，生意越大，咱们的钱反而越紧。旧盐井只能暂养4、5筐，现有车辆1天也只能跑1趟。暂养、运输和销路不分开解决。江家让收再多货，也只是替自己多背欠账。江潮，村西旧码头是全村公地，修好以后能多停船、多分货，也能让县里的鱼贩和运输户直接进村收货。你不用把全村的现款都压在自己手里。江潮，旧码头木桩烂了一半，卸货台也塌了，真要修起来，钱、人和木料都不是小数目。江家可以出大头修码头，但码头还是全村的，卸货不能只给江家的船。秤、竹筐、盐沟和车辆怎么收费，也必须先把规矩定清。你出钱修，却不把码头变成江家的，往后有人插队赖账，弄坏东西不肯赔，这笔损失谁来担？这样吧，明早我把全村人叫到旧码头，谁能用怎么排，谁来管，坏了谁赔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定清楚。别动，下面全是断木头，再踩就把腿扎穿了。
大伙儿都看见了，这码头再不修，早晚得摔死人。江潮愿意出大头，可这是全村的地方，修好以后怎么用，今天必须说清。这码头修好之后，不管鱼卖给谁，都能从这里卸。船按回港时辰排，谁先到谁先靠。我江家的船也不能插队。称鱼时，船主自己看秤，少1斤就得补2斤，没钱交使用费，就来抬木料换船板，用工钱抵。船位是你家记，秤是你家管，账也是你家写。真让自己的货先走，别人照样拿你没办法。那就不让江家自己管，全村推2个人登记船位，船主当面看秤，账本每天挂在码头，谁觉得不对就来查。我和老四愿意守船位，江潮敢让自家大船排队，我们就敢替大伙盯着。同意的就按手印儿，以后谁仗着船大抢位置，全村一起赶他出去。江潮，迎宾楼有个长期供货点资格的比赛，考验的是连续7天，每天20筐鲜鱼，6筐货，不仅收齐还能卖完。你要是能拿下，以后县里也有你的专属供货点了。当家的，码头没修完，盐沟也养不了多少货，船、车、货、钱，只要断一样，咱就撑不到第7天。江潮，这比赛我也参加了，我有船有兵有车，还有全村大半货源。这次的供货点我抢定了。柱子，海生照常带船，还是按平时的量抓。荷花守盐沟，能养几筐就收几筐，跟上。我和春堂带货进县城，先把销路找出来。江潮，精品活货迎宾楼每天收6筐，普通鱼我们吃不下，我替你叫来了大饭店和纺织厂食堂的人，能不能谈成看你自己。我们饭店只要完整的大鱼，要求月底统一结账。你非要当天拿钱，收价得低2成。低2成，江家收1筐就亏1筐。第一批货您当面验，鱼不新鲜直接退，货没问题，钱必须当天结。我们食堂不挑样子，只要新鲜量足，一次至少送8筐，验完就给钱。好，那就分开送，完整大鱼进饭店，普通鱼进食堂，精品活货留迎宾楼。每天收多少，什么价，几点交，全写在单子上。超哥，出事了！今天我去送货，大饭店和纺织厂食堂同时改口，周家给他们降价2成，还包兵包车，明天起不收江家的鱼。超哥，刚谈好的2条路全断了，明天船还出不出？鱼抓回来往哪儿送？周家能堵住饭店和食堂，县城老百姓的饭桌堵不住。明天货照常回港，咱们去早市卖。超哥，早市都是1斤2斤的卖，咱这14筐得卖到什么时候？太阳一晒，鱼软了，咱连本钱都保不住。所以我们不光卖鱼，还得看县城人爱买什么，肯出什么价。从现在起，盐沟只收能养住的活货，普通鱼当天卖多少就收多少。我们回来以前，1筐也不能多压。朝哥放心，盐沟装满我就关竹门，谁来说情都不行。沙家村刚捕的活鱼，大家看一下，鱼按大小标价，秤砣就在眼前。买2斤以上，免费刮鳞开膛。鱼鳃发黑，鱼肉发软，1分钱不要。这鱼还会动，比菜场摆半天的鲜。给我称3斤，再帮我收拾干净。14筐全卖完，价钱也没亏。可7日供货，每天20多筐，只靠一个早市吃不下。那咱就分2个早市卖，东边10筐，西边10筐，迎宾楼再收6筐活货。江潮，周家给每条船50块定钱，验货7天的收价还比你家高1成。我家急着用钱，
只能先签了。江潮，你去早市卖鱼是个好法子，但是我把本村验货7天的鱼全定住，到时候你有地方卖，却没有货可交。超哥，要不咱也加一成吧？再不抢，村里的船全归周家了。周家只敢高价收7天，咱跟着抬价，收一筐亏一筐，钱先断。不加价，你连第一天26筐都凑不齐。沙家村的货被定了，邻村还有。柱子，明早跟我去邻村渔港。江潮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些小鱼没人要，剩下全按半价，爱卖不卖。过了今晚就等着发臭。每回都是你说多少就多少，我们出海1天，连油钱都快挣不回来。我是沙家村江潮，你们愿意送货，江家按品质当面称，当天给钱，不愿长期跟，也不耽误你们卖给别人。你能收多少？别把我们叫过去，到了又说没地方，没现钱。每天普通鲜鱼最多20筐，精品活货6筐。送货前先领木牌，超过数量我提前说，绝不让谁白跑。鱼到了你那儿，要是你验完又压价呢？江家的价格和品级都挂在码头上，货不合格当面退，货合格当场拿钱。我们先试送3天，你真能照规矩给钱，7日验货的货继续送。超哥，本村货让周家定住，咱从邻村接上6条船，第1天的货有了。货有了，江家每天垫出去的钱也更多。我们先回去让春堂算清，咱能撑几天？好嘞，俺都听超哥的。当家的，这1800块最多垫邻村3天货款，每天20筐鲜鱼，6筐活货，只要有1天卖不出去，第4天咱们就没钱收鱼。超哥，迎宾楼收6筐活货，2个早市各卖10筐，数是够了。可鱼真能天天卖完吗？谁也不能保证天天卖空，所以只收第2天验货和2天备用。荷花看住盐沟，多出来的货提前告诉船主，江家不能把现钱全压在鱼上。这200块留给家里，谁也不能动。剩下1600块进收货账，船主当天拿钱，船工当天分账，卖鱼的钱回来再接下1天。听你的，7日资格再重要，也不能把咱们家底全压进去。超哥，盐沟现在有12筐活货，每筐都挂了进沟时辰，每天出6筐，船队当天再补，前2天不会断。超哥，咱们4条船已经分好回港时辰，6条邻村船按木牌靠岸，不会全堵在一起。好，今晚再走一遍，船、货、盐沟、早市，哪一处出错，明天都来不及补。海生和老周叔各带1条小船守近海，柱子带第3条船接应，我开大船补活货。风浪不对，立刻收网，谁也不准为了凑数压船。收货、卖货、工钱分开计，谁送的货卖到哪里，拿了多少钱，全能按筐号查清。从明天清晨开始，连续7天，每天中午以前，20筐鲜鱼，6筐活货，少1筐迟1次，直接出局。江潮，你补上了销路和邻村货，可7天里只要坏1次天气，断1次现钱，前面准备的这些全白费。我也没有把希望压在1条船、1个鱼口、1个买主身上，倒是你们花了这么多钱，为了压我，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明天验货，咱们走着瞧。周家今天交普通鲜鱼35筐，精品活货8筐，数量比要求还多。
江潮，看见没有？我手里10几条船，你只有4条。7天供货不是靠嘴硬，是看谁的货多。这是江家的，你验一下货。周家数量足，江家22筐鲜鱼、6筐活货也达到最低要求。第1天，2家全部合格。江潮，今天是你运气好，够到及格线。后面只要空一网，坏1天天气，你就得断货。周大川，你还是先考虑一下你自己的钱袋子吧。为了赢这第1天，你是煞费苦心。超哥，咱保险的救援井不冒水了，12筐鱼已经浮头，再焖一晚，明天6筐活货肯定保不住。井口没堵，是今晚潮退得太远，外面的新水顶不进来，最少还得3个时辰才回潮。当家的，明早验货要6筐活鱼，现在不救，第2天就得断。先把明天验货的6笼抬进大船活水塘，剩下6笼分开换新海水。哪条鱼翻身，立刻按普通鲜鱼处理，不能拿半死的货去验。超哥，大船还能再塞6筐，全放进去，不就省得来回换水了吗？活水仓只能稳当养6筐，12筐全挤进去。鱼互相抓伤，明早照样卖不上活货价。柱子、海生各带1条小船去深水潮运新海水。老周叔守大船水泵。荷花给6只筐重新挂牌。几点换水，哪条鱼翻过身，全写清楚。验货的6筐进大船，备用6筐留中段。谁抬错1筐，明天的账和货就全乱了。超哥。翻身的3条鱼都挣过来了，6筐暂时保住了。可大船得留在深水槽开水泵，明早没法出海，只靠3条小船，怎么抓够20筐鲜鱼？咱还有3条小船，明早分开走。柱子7筐，海生7筐，我6筐，装够立刻返航，谁也不准贪多。江潮，大船和6筐活货交给我，水泵不停。滤网半个时辰我会清1次，你们放心出海。当家的，你们一夜没合眼，今天只抓够数，别为了赶时辰硬撑。媳妇儿放心，中午前20筐鲜鱼和6筐活货一定上验货台。鱼群正顺潮，东走。柱子从左边下网，海生从右边封口，我在后面拦鱼，谁先装够，谁先收网。柱哥，这一网全是黄鱼，前面还有一大片，咱再追2网，10筐都能装满。俺这条只装7筐，多装3筐，遇上浪，别说验货，咱人都回不去。超哥，20筐正好，现在回去还能在验货人到码头前靠岸。尸海盖严，3条船前后照应。今天咱们准时把合格的货送回去。普通鲜鱼20筐，是今早刚回港的。精品活货6筐，昨晚几点进仓换过几次水，木牌和账本都在这里。第2天江家数量够，鲜度够，活鱼也没有拿伤鱼充数。当家的。我分2批去卖货，东西早市各10筐，天黑前回来。超哥，西边10筐全卖完了，东边突然来了一车便宜鱼，比咱低2车，俺手到散市只卖掉2筐。没卖出的，先送盐沟换水，筐号和退回时辰重新挂牌，明天不能拿这些鱼冒充新货。当家的，今天少回来700多块，明早邻村船就来送新货，咱答应当场给钱，这个缺口怎么补？
当家的，今天新货要付800多，钱箱还差400多。我早说江家撑不了7天，现在把鱼抬去周家，珍珠按订货价收，省得最后只拿张欠条。江家还差400多，春堂先把380块分下去，余款我们会在日落前补齐。不愿等的，现在就能把货抬走。超哥，你以前没少过我1分钱，我等到日落补清了以后还送。东早是有低价鱼，你这8筐鲈鱼拿去卖只会亏。离验货只剩3个时辰，你拿什么补400多？柱子庄中，跟我去纺织钢食堂。菜场不缺鱼，几百名工人中午却要吃饭，这8筐整批卖，少赚也比养死强。江超，水产站答应送便宜冻鱼，我再买你这8筐，价钱高了没法交账。你这冻鱼还没到，这8筐我给你低1成整批卖，我们再帮你刮鳞开仓，怎么样？你这鱼确实鲜，那行吧，8筐全收，货款现在结，中午前收拾干净。柱子，你留下带人收鱼，我拿钱回码头，先把船主的钱补齐。钱一分不少，超哥，明天我们照常送货。江家第3天按时也交齐，货和账全部合格。珍珠的法子根本没用，还是按照我的老法子，我把码头堵死，我看你还怎么卸货。江超，我们的大船昨晚坏在这里了，公用码头讲先来后到。你总不能仗着自己出过修码头的钱，就把周家的船推开吧？江潮中午以前，20筐鲜鱼和6筐活货上不了台，你这第4天就算断供。超哥，离中午只剩2个时辰，等人把周家大船拖走，咱的鱼早晒软了。柱子，那咱分批送，你带2条山上，从船尾窄缝穿出去，海生留在外面分货，活货先送，每条最多5筐，不能压船。好，咱们手验货台，送来1筐就验1筐，最后1筐中午前上台就不算迟。超哥，还剩最后6筐，水再退半尺，3舫就得嘎在周家船后面。最后1轮每条3筐，珠子只盯水线，船底一碰泥就让人下水推，谁也不准为了赶时辰硬冲。快，二愣子，给我把缝隙拉紧，别让江潮得逞！大仇哥，别让二愣子拉缝隙了，再拉半尺，咱自己的船也得卡死，我们不敢再动了。江家第4天20筐鲜鱼，6筐活货，全部按时到齐。周家今天20筐鲜鱼，6筐活货，1筐不少。鱼眼发白，鱼鳃发暗，筐牌还是4天前的号，这不是今天的新货，只能算旧鱼。鱼没臭，肉也没软，凭什么不算鲜鱼？规矩又没说必须今天抓。验的是7天稳定供货、保货、卖货的整体能力，不是拿第1天的鱼冻到第5天。如果旧鱼也算，谁还天天出海？大川哥，你这鱼都压出水了，你还想按鲜货交？我们的鱼可不敢再让你这么糟蹋。别争了，赶紧让今天回港的船补货，还有1个时辰。周家第5天旧鱼不合格，补货不能超过今晚。江家20筐鲜鱼，6筐活货，全部合格。都别谢了，你们立刻去外汪再下一网，中午前必须把缺的货补齐。大船哥，但是外面风已经起来了，再跑一趟回不来，少交1天，总比把船和人搭进去强。少1天资格就没了，谁不去？前5天工钱1分也别想拿。时辰到，
周家第5天货量不足，7日资格取消。都是你们害我丢了资格，这笔账我一个个跟你们算。我第5天断供，全是你们不肯出海害的。这5天工钱先扣下，等我把损失算清再发。是你拿旧鱼顶货，也是你逼我们闯风浪，资格丢了，凭什么又扣我们的钱？船是我的，鱼是我的，我说怎么算就怎么算。不想干的，现在就可以走，工钱按规矩算。爹，江家的旧码头已经收货，您再扣钱，他们真会走。闭嘴！就是你当众拆我的台，他们才敢顶嘴。从今天起，周家的账不用你管。江家第6天数量、鲜度、账目全部合格，明天再过1天，资格就定下。朝哥，周大船把前5天工钱全扣了，我们不想再替他拿命挣钱。江家还收人吗？愿意守规矩，我就收。上船听掌舵，遇险立刻撤，工钱当天结清。你们敢去江家，就把欠我的船网钱还给我。船是你逼着撞坏的，网也是你扯烂的，我们干了3年，今天不干了。周大船，人愿意跟谁出海是他们自己的事儿，你扣得住工钱，扣不住全村人的腿。大川哥，江家明天过了第7天，咱们就没翻身的地方了。明仔起风，江超不敢走远，咱去白礁装满大鱼，只要货压过他，县里未必不要周家。当家的，今天风比昨天大。普通鲜鱼还差20筐，只走近海，抓不够也别往外闯。媳妇儿放心，我们不开远，够数就回。大船哥，船已经压到头了，必须扔掉几筐鱼。1筐不准扔，我就靠这些鱼翻身了。发动机进水了，下一排浪就要把船拍翻。超哥，是周家的船，发动机停了，没时间管他们了，只剩1个时辰，咱绕过去吧，不然货可能赶不上。周大船罪有应得，但是其他人是无辜的。柱子、海生，先带货回码头，我去托人。江潮还没回来，我来交货。鲜鱼20筐，活货6筐，都是今天的。江家连续7天全部合格，沙家村长期供应点归江家。江潮舍下验货来救人，周大船为了几筐鱼不许捡货，差点害死我。我这是为了周家的资格，江潮不救，我们的船也未必会翻。周大船，资格已经定了，你输了生意，还想把其他人的命也赔进去吗？我跟你3年，是念着你以前给过我一口饭吃，可今天要不是江潮回头救人，我们这一船早让浪拍翻了。够了，谁出海能保证万无一失？你今天敢走，这几天的工钱1分也别想拿。爹，他们出的力冒的险，工钱本来就是他们挣的，您输了资格，不能把损失全压到船工头上。闭嘴！从你回来以后，周家就没赢过1次，现在你还帮着外人逼你爹。周大船，你闺女说的没错，这个船工跟你3年，上次被你扣钱也没走，今天还差点死在海上，这笔账必须当着全村算清。大船，这些年你扣船工钱、压船主货款，我念着你带人出海，一直没撕破脸。今天你所有的船工全站出来了，账本必须拿出来，一笔一笔查。不行，周家的账轮不到你们管，谁敢进我家翻东西，我就跟谁拼命。这事儿轮不到你做主。当年你爹办船队，压了一本公账在村公所，钥匙我一直保管着。今天正好当众把周家的账箱抬来。
周传，这里为什么单独记着海燕号船板漏了不修，鱼蜡2斤，二愣子50块？村长，一本旧烂账有什么好看的？给我！8月15，海燕号船底裂口，油管漏油，修船匠写着不能出海。但是第2天，二愣子就拿海燕号钥匙来找我。我闺女小满当时高烧等药，所以你明知道船不能下海，还让二愣子拿50块来骗江潮出海。旧船哪有没毛病的？我只是让二愣子找人跑一趟，谁说我要害江潮？村长，二愣子要跑。二愣子，海燕号为什么只用鱼蜡堵裂口？又是谁让你拿钥匙去我家？今天当着全村说清楚。我不知道，只让我送钥匙，船坏跟我没关系。你不知道船坏，账上为什么记着给你50块？上回你钻我新船，用的也是这种鱼蜡。二愣子，新船钻洞已经抓了现行，海燕号的账也写着你的名字。你要是再替周大船扛，最后所有罪都落在你一个人头上。大超哥，你不能全推给我。海燕号是你让我用鱼蜡堵的，你说的船开到白礁才会漏，只要江潮沉了，就拿那张字据逼迫叶春达跟你。周大船，无耻！我闺女高烧等药，你拿救命钱骗江潮上漏船，让我男人死在海上，还打我的主意！你胡说！鱼蜡是你抹的，钥匙也是你送的，别把自己的坏事推给我。后来钻江潮的新船，也是你让我干的。你说第1次没弄死他，第2次不能再失手。你心思如此歹毒，1次没害死潮哥，还敢再来1次？这件事我能证明，这单子是我写的。海燕号船底裂了2道口，油管也漏。我当面告诉周大船，不换船板绝不能出海。周大船，修船匠提前说过不能出海，你却只用鱼蜡堵口，还拿50块骗江潮去白礁，后来又让二愣子钻新船，2次你都想要人命。村长，我只是想让江潮把活干完，海上出事都是意外，我没想杀人。周大船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你狡辩也没用，大伙儿都已经看清楚了，这不是意外，是你早就算好的。旧账、修船单、鱼蜡、钻头和二愣子的口供全对上了，把周大船和二愣子带走，周家的账本和欠条全部封住。珍珠，珍珠，我是你爹，你快救救我！您是我爹，可您欠下的命债、钱债，没人能帮你还得了。周家的船和账已经封住，今天先把欠工钱、欠货款查清，谁该拿多少，当着大伙一笔可算。你被扣了12天工钱，其中3天写着撞礁赔船，那次是周大船逼你们往前口开，这笔不能算在你头上。我在他船上干了3年，头一回有人把哪天出的海，哪天该拿钱，全给我算明白。账上凡是写着赔船、赔网、获损的，我都会重新核。真是船工弄坏的，按规矩赔。我爹逼人冒险造成的，1分不能扣。这几筐大黄鱼，周家按小鱼价收，差的钱怎么算？按当天工价补。账上钱不够，就先卖封存的旧网和闲船。村长，这是我们周家的钥匙和账册。我爹做错的事儿，我不替他赖。周家的东西也不能由我私下处置，请村里当众清点。先还船工和船主的钱，剩下的船和渔网，能修就修，不能修就卖，谁也不准趁乱网加班。江潮，这条船发动机进过水，船底也伤了，
派出所那边已经立了案，周家欠的工钱、坑的货款都从查封的家产里扣，剩下的罪责也跑不了。超哥，咱们已经有4条船，再借一条大船，人手、修船钱和以后谁掌船都得算清。先拖上岸验船，人手好安排，但是能不能接，要看修好以后安不安全。当家的，咱7日供货刚拿下来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公账可不能全砸进修船。媳妇儿，你先把修理钱算明白，全部写清，咱再动工。等他修好，重新下水，再给他一个新名字。江潮，龙骨没断，这船还能救，换12块船板，补2根肋骨，再把发动机拆开清水换油，工料最少800块。当家的，7日供货刚结第一笔钱，扣掉货款、工钱和码头开支，公账最多拿600。超哥，我这次分的钱还没动，我愿意拿200出来。超哥，我们几个愿意出力气，白天帮忙修船，工钱先记账，晚上照常守码头。行，工账出600，柱子出200，船工出的力按工钱计，船修好归船队，往后怎么分全按账来。超哥，发动机里的水和旧油排干净了，喷油嘴没坏，换上新油管应该还能打响。机器能响只是第一步，油路、冷却时、舵轴和船底全查完，才能推下潜水试船。超哥，船身没问题了，可它比小木船重，转向、倒船、靠岸都慢，得找个稳当的人掌舵。超哥，你想让我试着掌这条船？你跟我跑海最久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收网。可大船不是靠胆子开，明天你先试，我和海生跟船，能稳稳靠岸，才谈把船交给你。爹，船响了，这条大船真让你们修活了。闺女，这机器响了还不算活，能平安下水、平安靠岸，它才有资格进咱的船队。柱子，今天只是起步、转向和靠岸，船舱不装货，速度不许提，哪一步不稳，立刻停下来重来。超哥，我记住了，今天不求快，只求把船开稳。柱子，舵回半把，大船反应慢，不能像小船一样一下打死。谢了，海生。刚才我要是晃着再打一把，新补的船板就撞上去了。掌船的人不能只听自己的，船上谁看见危险，都有资格喊停。柱子哥，前面有舢板，再往前就撞上了。岸上先把舢板拉开，我推半挡，等他让开再靠岸。柱子，你第一次试船，起步因为紧张出了错，但是靠岸碰上意外，你一点都没乱。潜水这关算过了。柱子，明天装半船货跑近海，船带着重量还能平安回来，才算真正能用。好。没把船和人带回来以前，我也不敢接这把钥匙。爹，为什么叫归巢号？因为不管潮涨潮退，咱们的船最后都得回到家。柱子，你明天归巢号第一次带货出海，记住了，只装半船就够了。机器不对，风浪变大，立刻返航。柱子，今天是试船，不是让你抢鱼。你带2个人出去，就得把2个人和船一起带回来。嫂子放心，我只走近海，装到半船就收网。风浪一变，鱼再多也不追。兔子说小满在岸上等着数归巢号。好，叔一定让你数到。柱子哥，前面全是鲅鱼，狠狠干2网，今天就能装满。行，只下1网。归巢号第一次带货，装到半船就走，不能拿一船人的命试运气。柱子哥，像是皮带松了，现在还能转，继续跑，发动机随时会停。岸边上不远，再下1网就回，应该来得及。收网返航。
鱼跑了还能再抓，发动机停在海上，咱们就得等别人来救。爹，归巢号回来了，柱子叔和船上的人一个都没少。朝哥，发动机皮带松了，俺听见声音不对，就没再追第二网。柱子，今天你少赚了一网，却把人和船平安带了回来，你没让我失望。从现在起，归巢号交给你掌。朝哥，俺保证，归巢号出去多少人，就带多少人回来。荷花，那个，今晚收完货，俺有句话想单独跟你说。柱子，你从白天憋到现在，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荷花，俺以前挣一块花一块，出海只想着多捞几网，连自己的日子都过不稳，更不敢耽误你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俺知道了，挣钱不是拿命去赌，是得平安回来，把日子一天天过稳。归巢号交给俺了，往后俺能踏实挣钱，也能照顾一个家。荷花，俺想娶你，俺不敢说是让你天天享福，可俺能保证，不拿命赌钱。但是俺不会让你一个人在码头等不到人。柱子，你真想娶我，就别只在码头喊。明天带上该带的东西，到我家当着我爹的面，再把这些话说一遍。好，明天俺一定登门。娘，柱子叔的脸比船头红布还红。朝哥，荷花让俺去他爹那儿，你是过来人，你看看这些够不够？俺没房子，到时候胡叔会不会觉得俺养不起荷花？柱子，没有房子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诚心。是啊，柱子，荷花要的不是一句喜欢，是你以后怎么让她安心。想明白了，明天就别结巴。胡叔，俺今天正式来提亲。虽然俺爹娘早早不在了，现在俺还没新房，但是我以后会努力挣钱，给荷花盖新房子，也会一直对荷花好。柱子，你现在也是开上归巢号了，我信你以后能赚钱。但是我想问你，要是哪天船上装满大货，天又快黑了，你选鱼还是选回家？俺选回家，货丢了还能再抓。荷花要是等不到俺，这辈子都补不回来。行。成亲以后，荷花还要管盐沟、系木牌，你会不会觉得媳妇儿天天往外跑，家里没人伺候你？不会，荷花有自己的本事，俺不能娶了她就把她困在屋里。她去码头，家里的火俺烧，饭俺做。爹，我愿意嫁她，我会管好码头，也会跟她把家过好。胡叔，荷花成亲以后工钱照算，码头上的位置也不会变。那就3日后成亲。日子不用铺张，但你今天说的话，往后一条都不能忘。胡叔放心，俺记一辈子。明天县里要16筐鲜鱼，当然先去外湾，近海小鱼多，根本凑不齐。外湾来回就要大半天，误了中午交货，抓再多也白搭。柱子哥，明天是归巢号第一次由你独自带队，去哪片海几点收网得你定。今晚都别吵，谁属哪片海哪条潮路，坐下来一条条说。明天怎么走，俺给你们一个准话。县里要16筐鲜鱼，中午前必须送到。归巢号去近海深槽抓8筐，我让海生带小船去东卡抓8筐，谁先够数谁先回，不追鱼不等人。柱子哥，要是有一边碰上空网呢？2条船不必各自凑满，只要加起来够16筐。真凑不齐就少交，不能为了几筐鱼闯险潮。柱子，今天归巢号你说了算。柱子哥，前面还有鱼，再追一网肯定够8筐。潮水马上转，追过去回来要绕礁，至少晚半个时辰。7筐就7筐，马上返航。海生那边能多1筐就补上，补不上也不能拿一船人去赌。柱子哥，
今天我服你，少追一网，却没物交货，也没让我们闯险巢。江潮，你们拿下了县城的收购资格，我已经跟迎宾楼东家谈过，迎宾楼愿意出一间闲仓和一半休整钱，你们负责收货、验货和卖货。以后几家饭店、食堂都从县里收购点拿鱼。沈经理，可以合作，但是你们仓库价值多少，坏货谁赔，账怎么查，都得提前写清，不能以后的分成翻脸。好，我回去让人写进协议。听说柱子后天办喜事呢，到时候我把正式协议带来，双方当面签。荷花，今天成亲还抱着账本，你是真怕码头少一条鱼？嫂子，这批货是婚宴要用的，框号对不清，我坐上喜桌也不踏实。媳妇儿，今天这本账先交给俺，真有一斤对不上，晚上俺陪你查到天亮。荷花姨，今天你只管当新娘，账本也该写一天了。爹，俺以后会照顾好荷花，她想留在码头做事，俺支持。俺出海答应几点回就几点回。记住今天的话，让我闺女因为你哭一次，我就拄着拐去船上找你。县城仓房休整钱，坏货怎么赔，账怎么查，全按咱们前天说的写清了。江家负责经营，赚了按双方出的本钱分。太好了，以后村里的鱼进县城有固定地方，我们不用天天临时找买主。俺今天成了家，也正式长了归巢号。往后俺不敢保证汤汤满仓，只敢保证船上出去几个人，就平平安安回来几个人。出去几个人，回来几个人。记住你今天的话，我在码头等你回来。嫂子，归巢号普通鱼18筐，活货4筐，船工工钱已经扣好，剩下的进公账。把徐海生那条船也接上，今天的货够合同数，多出的不再收，别把盐沟塞满。江老板，我也想把船挂到码头，以后鱼都送你这里，可以不？可以，但是外村的需要先验船验人，船底、发动机、救生绳有一样不合格，不能进船队。掌船的人为了多抓鱼不肯返航，我也不要。江潮，现在愿意来的船越来越多，旧码头已经不够停了，要不要把东边浅滩也修出来？先别急着扩，船多了，人和规矩跟不上，码头越大越容易出事。咱先把现有5条船稳住。江潮，你现在有固定销路，也有不少船主愿意跟。再添2条船，建立自己的航线，到时候黄金港口的货就能直接送到省城。沈经理，可以添，但得一步一步来。先让现在这批船稳定3个月，我们再决定买不买。爹，咱现在有这么多船，为什么还住漏雨的屋子？当家的闺女说的对，前面一直忙船、码头和大家的工钱，咱自己的家倒一直没顾上。好媳妇儿，明天我带你去看一块地。爹，这里以后都是咱们家吗？小满站在院里就能看到你们的船。对，屋子盖在高处，不怕涨潮，也不会再漏雨。你的房间朝着太阳，早上一睁眼就能看到海。当家的，这么多青砖和木头，要花不少钱。
船队正缺周转钱，要不先盖2间能住的。钱我算过了，长期合同的第一笔钱已经到账，船主和船工的钱全部留足，剩下的才拿来盖房，不会欠大家1分钱，也不会动收获本钱。朝哥，门框俺给你们送回来了，俺和荷花成亲时收了2副，留1副够用。嫂子，我还带了菜种，到时候院子边空地可以留着。江潮，村里人听说你要盖房，都愿意来帮忙。你现在可是咱村里的大红人了。村长，只要大家愿意来帮忙，工钱照常计。乡亲愿意来是情分，可出了力就该拿钱。娘，这里放小床，这里放14本。下雨的时候，小满再也不用抱着盆跑了。以前我只盼小满能活下来，咱们不欠债。现在连他自己的屋子都有了，我有时候真觉得像做梦。媳妇儿，不是做梦，房子、船和日子，都是咱们一步一步挣回来的。娘，爹，船回来了，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、5条，1条都没少。等院子盖好，以后你每天站在家门口，就能看着所有船平安回来。爹娘，咱家修好居然有这么大，那咱是不是下雨不用再拿盆接水了？不用。闺女，朝阳那间给你，里面有新木床，你快去看看。娘，小满的新床好舒服。当家的，这一天到了，我反而觉得不真实了。之前咱连闺女的50块救命钱都拿不出来，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新房，还带着全村人赶海。媳妇儿，把手给我。金手镯，当家的，这你啥时候买的？上回去县城交货，我用自己的分成买的，没动公账。你跟我熬这么久，也该带件像样东西。爹，床头的娃娃也是给我的。给你的。爹不在家时，他陪你等爹回来。朝哥，这桌子算俺和荷花给新家的贺礼。慢点儿，别先把门框撞坏了。嫂子，这是迎宾楼带的点心。爹，码头的船回来了。走，咱们接他们回家。